大家好，这里是泥人的黑噪音。先说结论，中国的通缩到底有没有发生？这已经成了一个经济学的谜题，没有人能说得清。但是在这个疑云背后呢，是中国深层次的经济逻辑已经失效了的问题。最近有这样几组新闻：中国4月最新的 CPI 同比继续为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呢，同比跌幅则扩大到了 2.7%， 创下了6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PPI 指数它体现的是生产端的情况，就是说企业卖货的价格持续走低，这种效应迟早都会传导到消费端。那么从 CPI 和 PPI 这两个数据我们就能看出来，中国经济在这个到底有没有通缩的问题上，一直处于一个非常让人纠结的状态。你说是有通缩吧，它那个下降的幅度也并没有一直说持续的下降，而是呈现一种在低位的摆动的状态。你说它没有通缩吧，但是确实一直都处于一个很低迷的状态，也就是说它既像是通缩就在发生，同时呢又没有通缩这种最典型的数据来体现。那么在这个数据的谜团背后我们只能把它看作一个像通缩的阴云一样笼罩在中国经济的上空。但是关于这个概念到底是不是已经确认，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总是去追问。那有没有通缩，经济的问题就摆在那里，经济的现象呢也是不变的，而且在中国最高层的表述中也早已经确认过，有效需求不足就是现在经济最大的问题。那这一切呢都已经说明问题所在了。最重点的其实不是说到底有没有通缩，而是通缩背后的原因，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关于中国通缩阴云背后的3个重要的命题，我呢把它总结成了3个急需解答的重点的问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我来说一说我的不一样的观点。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当下的通缩现象究竟是偶发还是必然，是周期还是永久？第二个问题，真正导致通缩的根源是什么？仅仅是人口和房地产这些具体的因素吗？第三点是，面对通缩，中国有没有解决之道？未来的路到底在哪里？那今天我就从人口到信心到经济体制，再到经济的最深层次的逻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我对于中国经济底层逻辑的带来的这个通缩现象的根源性的看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通缩的表面现象，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CPI、PPI 的下降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非常直观的现象，就是老百姓真的不愿意消费了。比如说在中国家电补贴国补的强度非常大的情况下，北京、上海的这个消费数据呢，在第一季度也还是非常低迷的，而且中国的不管是汽车还是大家电，现在的销量呢，都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并没有随着这个家电补贴呢，就一直出现增长。在其他的一些方面，大家都能感觉到这种经济的冰冷，比如说餐饮业的下滑，这是一个最直观的体现。在很多地方，这个人们都在讲，原来这个繁华的商业街，现在人变少了，很多商铺都倒闭了。大家感到一种恐慌，但是这种恐慌呢，其实是视觉可见的这样一种通缩的标志所带来的。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 PPI 价格指数呢，是这个工业品的出厂价格，也就是厂家把它卖出去的价格，这个下降的更明显，达到了 2.7%， 创下了6个月以来的新低。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当商品出厂的时候，它的价格下降如此低的时候，最终它还是会传导到消费端。等它传导到消费端的时候呢，就比较晚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种价格不断走低，消费不断低迷的状态呢，很有可能还会继续持续下去，直到再过几个月才能看到有没有什么变化。在所有这一切我们能看到的现象的这种情况下，通缩当然就是一个重大的命题摆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次典型的由消费和投资意愿下降所导致的内需型通缩，它不是短期的，而是结构性的。也有很多人说中国老百姓口袋里没钱，这就是中国通缩最根本的原因。当然，老百姓没钱，这是一个直接原因。在疫情以后中国家庭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受到了很大的拖累，很多家庭呢，这个负债、旧债和新债之间没有办法实现很好的衔接。在疫情期间积累的收入不足的问题，在之后呢，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所以导致这3年，2023年到2025年呢，中国很多家庭没有办法修复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导致很多家庭还在债务的坑里面爬不出来。同时呢，又叠加了房地产下行，人们就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再加上企业不愿意招聘更多的人，失业问题呢又变得更严重，这些很多的问题叠加起来呢，就成了中国通缩阴云的组成部分。但是我想说的是
老百姓没钱只是直接原因，从根本上来说呢，还不是这个。那是什么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一些特别的看法。通缩的本质呀，其实在于人的心理。可能有的人会说，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吗？你为什么说又跟心理学有关呢？其实还真的有关。通缩它跟通胀真的不太一样。通胀它是一个直接的原因所引起的，比如货币印多了，或者说国际上的贸易争端，很多直接的原因都会导致通胀。所以通胀也很好治理，钱印多了你就少印，有国际争端你就去通过谈判解决，那通胀很快就压下去了。但是通缩它是相反的，就你没有办法去逼着人们花钱，这个是很难的。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人们那种害怕风险、害怕动荡的这种心理。所以说啊，人心难测，人心难测。就是说，你想改变一个现状客观的东西很容易，但是你想改变人心，那确实是这个世间最微妙的一件事情。关于通缩的这种心理本质啊，我用了一个字来总结，什么呢？等。企业在等，个人在等，政府呢也在等。这怎么说呢？企业在等，等的是什么？等的是政策明朗，需求回暖，地缘风险消退，等别人先下场试错。企业不敢扩张，不敢投产，也不敢涨薪，因为谁也不想成为最后那个接盘侠。于是工厂的机器暂缓了，订单拖了下来，招聘也停了。那居民也在等，他们又在等什么呢？等工资有没有可能涨起来，房价有没有可能涨起来，等小孩是不是可以再长大一点，或者是等这个一切不确定性、经济不好的这个情况过去再说。居民啊，就把他们的钱存起来，说现在不确定我就不花了，等以后确定了，经济又往上走了，我再花。这种心理啊，让很多人就把钱呢变成了金子，变成了银行的定期存款，变成了基金和股票，但是他们都不愿意花出去。企业和居民在等，那政府呢？我们可能觉得政府在不断的努力去改变这个现状，但其实政府的潜意识里面也在等。他们又在等什么呢？就等经济是不是会好起来，等居民的消费是不是又起来了，等房价会不会有转机，等制造业是不是要回暖，或者等上面的意思，等政策变化。政府虽然是治理通缩问题的主角，但是这种等的潜意识跟居民和企业部门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这三个部门每一个部门都在等着对方变好，这就是通缩这个循环一个诡异之处啊。个人以为企业会慢慢变好，企业呢以为个人会慢慢的开始消费，然后政府呢开始等这两个部门，你们俩给我变好，企业和个人都好起来，咱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政府总是倾向于我们先用一些小型的这个政策呀，先把它回暖回暖，也许它就好起来了，这种心态比较重啊。所以整个社会呢陷入了一个什么等的循环，但是这个等的循环是非常可怕的，它变成了一个什么负反馈循环、负反馈机制。在经济好的时候，它是一个正反馈机制、正循环，就是企业呢越来越有信心，因为他们能赚很多的钱，于是不断的扩产、投资、招人，民众呢从中也受益，他们呢也得到了工资，得到了很多这个企业发展的成果来的这个收益，所以民众呢也大手大脚花钱去办信用卡、去贷款、去买很贵的房子，然后政府在这个时候呢财政收入充盈，政府也愿意去做大手笔的这种基建投资，去鼓励很多的企业。那在这个负反馈的循环当中，一切恰恰就相反过来了。这个负反馈的链条谁先来打破，这就成了一个重大的难题。我们看起来是政府在做事儿，但是政府有时候他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很多人说通缩是供需的错配，是资产泡沫破裂造成的，是货币乘数下降造成的，也有人说是全球去风险化带来的地缘政治的传导结果。这些当然都对，没有哪一个是错的，但都没有触及到本质，因为他们没有触及到那个社会的心理机制，就是当预期被彻底打破之后，人们宁愿选择什么都不做。其实说到这个经济学我们总是觉得经济学好像是万能的，或者说它就像物理化学一样，是一门非常确定的科学。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经济学它研究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心。经济学基于人的消费选择，基于人的投资选择，基于整个这个社会运转的规律。但是人心就是一个变动非常快，而且变动非常剧烈的一个存在。所以经济学它的预测就难在这个地方。当中国社会整个都形成了一种集体的协作心理机制，这个机制呢，就是我刚说的，一个是等，一个是怕风险，一个是不愿意去冒险。这种心理机制形成以后它就会转变成经济现象本身。事实上在经济学当中就有这样的理论去阐述就是说，当人们的社会心理变成一个趋同的趋势以后，
它的表象就是经济学的规律本身。那所谓的人心向背啊，在经济学当中也存在人心向背，所以我把通缩称之为什么呢？一个全社会的协同不作为的集体静默，这就叫通缩。其实你可以说它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经济学的现象。其实在当年的日本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他们的机制都是一样的。在日本呢，就是因为资产泡沫破裂太快了，太剧烈了，导致人们这种心理机制很快就发生了，而且持续了30年。那我们已经说完了这些话题，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在这个静默循环或者消极循环当中，那我们要破局的话，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其中的某一方愿意先迈出第一步。那谁迈出第一步，就是解决通缩的最核心的问题。这个就不是发钱或者说政府的一纸命令能够改变的，这个改变必须来自于结构性的改变。所以我们的破局也要从这种结构性的改变来说起。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过去中国发展所依赖的这个模式要改变了。我们可以这样说过去20-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模式是什么呢？是增量模式。但是现在中国呢，已经进入了存量模式。增量模式到存量模式的这个转变是结构性的转变，但是在中国这个发展模式当中，它并没有体现这一点，于是产生了一种错位。那什么是存量模式，什么又是增量模式呢？从1990年代初到2016年左右呢，我们可以定义它为一种增量模式。什么叫增量模式呢？从字面就可以理解它，就是靠增加社会的总量为一种发展的路径。这个增加的总量呢，既包括 GDP， 也包括人们的财富，比如说个人的钱包、企业主他们的财富，还有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些呢都在急剧的扩张。在这个阶段呢，整个中国社会处于一种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穷到富这样一个像吹气球一样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呢，国家的这个主导力量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样一个效应在基建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呢，社会民间经济的活力的释放呢，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在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和民间资本活力这两个配合之下呢，出现了这30年的高速增长。那么这种模式叫增量模式，它的好处呢，就是我刚刚说的，一切都在不断的扩张，在发展，这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一种发展模式。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种发展模式它有一个隐忧，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容易吹大那个泡沫，因为这是一个信用扩张的过程。在信用扩张的过程中不管是政府还是居民还是企业呢，他们都会有一种想要不断的借贷，通过借贷和这种信贷的扩张来进行发展这样的一个冲动。这种发展模式呢，也在全世界都是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必须要及时的去调整它。如果不调整的话，它就会存在过热的风险，也就是经济泡沫化的风险。那说到泡沫化，我们就再熟悉不过了。当年的日本呢，就是这样。这个泡沫化的过程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其实就已经凸显出来了。当时国家进行了这个4万亿的大放水，来挽救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但是当时经济学家们都在呼吁，经济呢有过热的风险。这时候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任务是防止过热。现在我们看起来，这有点像神话一样，经济还有过热的风险。那么现在的风险呢，它变成了过冷。为什么短短的10来年呢，就突然从过热变成了过冷呢？因为这个结构性的转变，也就是说我刚刚讲的从增量社会增量模式到存量社会存量模式，这个转变没有做好它这个润滑和衔接，导致它有一个急剧的变化，从而导致现在这个窗口期已经在慢慢的缩短和减小。现在进行这个结构性改变的机会呢，已经不是那么好了。在2016年左右其实是最好的时机，但是当时呢进行了这个房地产的涨价去库存，等于说把这个泡泡继续吹大了，导致后来有点积重难返。那么我们刚刚说完了这个增量模式，到了2016年其实就应该转变成存量模式的这样一种发展心态发展模式了。存量模式指的又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已经发展的这些成果，它变成了一个存量，一个固定的东西。这时候呢，发展的空间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市场的空白也不多了，已经饱和了。人们的这个收入增长、财富增长呢，也已经到了一定的极限。社会的这个信贷扩张、债务呢，也已经到了极限。就是说，你这时候再去扩张的话，已经扩张不动了，动能衰竭了。再扩张这个泡泡就要炸了。那么在客观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出现利用存量怎么去把活干细、干好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就是所谓的高质量发展了。高质量发展，它要求就是说人们的收入还要进一步的提高。
因为财富呢总量不变，但是你可以把它分配的更加优化，让更多的人呢他的这个贫富差距减少，人们的生活水平呢慢慢的趋同，然后让这些以前落后的地方呢跟着发达地方呢继续发展起来，全国呢变得更平衡，然后社会保障呢不断的提高，人们这个生活的幸福感、舒适度不断的提升，包括自然环境啊也要变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变成了一个让整个社会慢慢变得更幸福的过程。这时候最大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刚刚说的一个是减少贫富差距，这个固然重要，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发展的这个结构要变化。在之前中国发展的这个模式当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制造业，还有互联网产业。但是现在呢，要把活做细，就是说让服务业，尤其是涉及到这种民生的，大家生活身边这个息息相关的这样的服务业要发展的更好。在经济学当中啊，有一种发展理论，就是关于3阶段发展。在第3个阶段呢，就是这样一个现象，服务业要扩张，成为社会承担就业和这个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的行业。那么在中国，这个制造业还是最主要的一个产业，在房地产依然占据着大量的资金和资本的这种情况下，服务业呢肯定是受到挤压的，这也是现在转变一个很难的原因。也就是说，当发展模式它的结构重点仍然是制造业，当资金仍然沉淀在房地产这种重资产里面，那资金也是赚不活的，民间投资势必会衰竭，而且制造业呢，它也没办法带来大量的就业，它只能说就是在这个制造在卖出去的过程中制造这样一个经济循环，但是它没有办法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在中国经济老百姓这个民生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你身边的这些个体户，他们如果都变得质量很高，发展的很好，那对中国的经济啊就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在这里很多人会说，那不行，那不是变成美国了吗？中国制造业就是自己的立国之本，绝对不能放弃制造业。在这里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咱们呢不是2极管，就不是说发展了服务业就不要制造业，或者发展了制造业就不要服务业，这2个是可以并重、可以平衡的。就大家不要总是觉得有了这个就没有那个，这是一种2极管思维啊。所以在以前我提出自己这个观点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说，那你怎么能说中国不要制造业了呢？我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制造业，只是说服务业的比例应该再提高一点，仅此而已啊。那这是题外话，我们继续说下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啊。近几年呀，中国的企业家他们越来越保守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企业家们呢不敢投资了，同时呢他们也不愿意投资了。为什么呢？我们刚刚说大家都在等，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这个安全感的缺失。企业家他们需要的安全感来自2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策要更稳定，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他们的赚钱要更稳定。资本最怕的是什么呢？是不确定性。资本最需要的就是确定性，这在全世界哪里都是一样的。就像最近在川普的关税战之下，美国的企业、美国的股市全都是一片慌张，一团糟。因为在不确定性之下，你的投资有可能打水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谁也不想拿自己的钱去冒险。但是当政策非常的稳定，一切确定性都很强的时候，大家就自然愿意投资了。那么企业家他们的安全感要从哪来呢？中国这个投资回报率的下降是现在结构性的矛盾之一。我刚刚说这个结构性的矛盾来自于增量社会到存量社会的变化，那投资回报率的下降呢，其实也是在这变化之中的。因为在以前投资回报率很高，那是因为吹气球一样从小吹大很容易，但是现在你要变成高质量，这个投资回报率啊就没那么容易得到了。你想保持以前这种投资回报率呢，很难。那这种情况下怎么破解呢？不能光鼓励企业去出海，企业出海当然很重要，但是中国作为如此体量庞大的一个国家，企业不可能全都出海呀，只有一部分企业能出海，但是其他的企业你还是得在国内去生存。那投资回报率下降，可以去拓展一些新的市场，这些新的市场呢是更细化的，就比如说可以把中国这些人居的社区做得更精致、更人性化一点，社区图书馆，还有社区的这些更精美的小餐厅，还有为老人服务的设施，为孩子成长服务的设施，还有为女性服务的设施。那还有一些我们可以想象出来的更细的服务业，不管是家政还是健康，或者是教育，或者是运动、户外，这种都是资本可以继续涉足的地方。可能有人会觉得有这么多的行业有潜力，资本还是不愿意动，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那个我说的恶性循环。因为资本看不到确定性，当他们看不到确定性的时候，即便有这些行业是有潜力的，
也没有资本愿意去深挖。那么这时候呢，就要建立更稳定的政策和法治的环境，让企业更放心，愿意去投这些新的行业。所以说，并不是中国的发展已经没有空间了，空间其实还很大，只不过就是没有人愿意去做，没有人敢做了。另外一个结构性的改变我认为是来自于打破体制内外这个二元结构。因为在中国长期以来存在这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别，导致在这个社保福利、还有收入、还有人的这个尊严方面，其实都是有差别的。老百姓他们的这种福利或者说他的尊严感来自什么呢？其实来自于民营企业，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到体制内那样的红利，所以要打破这个鸿沟之后就会再一次释放中国的制度红利。像改革开放呢，它是第一次释放制度红利。第二次释放制度红利，我认为就是在于打破这个体制内外的这样一个二元结构，同时呢，打破户籍制度这样的一个结构，也就是说，把以前僵化的东西变活，这就叫制度性的红利。在这个打破的过程当中，在促进资本在其中的运作，让资本呢运作的更规范，起到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让他们呢做好更多的这种细微的事情。因为资本和民营企业，他们其实是可以做到很多细微的事的，交给他们呢，事情可以做的事无巨细，同时他们还可以获利，他们当然愿意做。只不过现在受到这个条条块块的这种掣肘太多，很多资本呢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去好好的顺畅的做这件事情。当然，在这个打破鸿沟的过程当中呢，就存在一个把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这个收入分配做好，收入分配改革这样的一个任务。说到底，老百姓还是得有钱。尽管我们说的这些结构性的改变都很重要，但最终的目的是要让老百姓有钱消费嘛。所以一直也在提养老金的改革呢，要朝着双轨制的这个取消并轨的方向呢改革。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急迫的。如果这个改革能做到的话，那将会是一个海啸一般的释放巨大的这样的民间活力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呢，是被现在这个通缩的问题可能是倒逼出来的。我认为呢，这个倒也是通缩的一个好处，就是说没有办法了，那只能去改变这样的一个以前的固化的机制，因为以前没有人愿意去改变，改变的风险也很大，因为改革永远是要冒险的嘛。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如果借机释放这个红利的话，那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是一个继续发展的蓝海那么说完了刚才这两点，还有第三点结构性的改变，就是发展的思维上的这种根本性的改变。在以前呢，是国家力量主导，就是我刚刚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现在呢，更多的要把这个发展的驱动力释放给民间，因为民间其实能做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像 DeepSeek 的诞生，其实就是中国民间这个活力释放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但是太少了。中国的 DeepSeek 呢，需要100个、200个才够，而不是这一个。那么杭州这种培育新企业发展的模式，也是需要全国能借鉴和推广开的才可以。这只是一方面，其实我要说的这种驱动机制的改变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方面，就是说要把这个权力更多的平均化、扁平化、下放化，而不是指挥棒式的去治理经济。因为在指挥棒的情况下呢，民间的这个经济势必会失去活力。但是如果把这个指挥权平面化的话，这其实是中国过去30年成功的经验。过去30年中国成功的最大的原因，其实很多人都说的不在点子上，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个体制性的原因，就是中国各个地方政府这种竞争的发展模式。各个地方政府他们的领导把各个地方当做一个自己的企业那样去经营，这样呢，一定就会让这些地方释放出它最大的能量、最大的活力，因为他们是很想把地方经营好的。那么我刚刚说的这个驱动力的转变，现在还要进一步下放。就以前可能是比如说一个省、一个市，现在呢还要释放到一个县、一个乡，甚至呢就是一个街道、一个社区。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2、3线的城市呢，已经出现了很多非常好的社区。这些社区他们有个特点，就是那个社区自己的驱动力很强。他们给这个社区呢建设非常漂亮优雅的这种社区活动中心，在这里呢都是真真实实的为老百姓的这个生活舒适度服务的。就很多人觉得你这个不是用来躺平的吗？但其实不是它周边带起的这个消费效应是很强的，在那里可以吃饭，可以休闲运动，可以有很多附加的商业的东西呢环绕在周围，这样呢就可以释放中国的这个社区的活力。当每个社区街道的活力释放出来以后呢，最终呢就会聚沙成塔，变成一个新的发展模式。但是这要求整个社会的资源要下沉，不管是资本
还是一些权利，都要下沉到社区这种级别，放手让一些大学生去干，让一些创业者去干，然后把这个毛细血管呢做活做细，这样呢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中国社会整个活力再重新起来的过程。我在前面说的三者都在等，政府在等，企业在等，个人也在等，这样的一个循环呢，其实第一个驱动力就出现了，就是个人他们不再等了，因为这时候个人很愿意去做为这个社区做得更好的一些事情，他们比如说可以去投资，创业者可以去创业，然后服务者可以去服务，这个循环起来以后，毛细血管就会带来整个经济体的非常的健康和复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说到底，这一切还是脱离不了整个国家级别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提升，养老金制度的提升，还有整个国家收入分配的改革。在这个基础上呢，再说我这些细活，我相信呢，中国经济的未来啊，一定是非常光明的。所以说，通缩它不是一个坏的事情，甚至说啊，它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让你进行一个彻底的转型，进行一个发展模式上从增量到存量的这样一个转变，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时候呢，就要放开思维，要摆脱以前的那种路径依赖，不能再依赖旧有的那种集中力量，然后觉得还是可以粗放发展，还是可以靠这个高 GDP 就可以推动中国继续像以前那样重温旧梦，这样的一种想法是不可取的。必须呢要及时的转变思想，让中国社会啊变得环境也更加的优美，人文性更强，人们的生活呢慢下来，但是慢下来的同时，他们愿意去消费，同时呢还能带来很多新的产业，民众和企业呢也会更有信心，更有对未来的希望。这就是通缩对中国经济能起到的积极的作用。历史上的每一次调整，其实都是一个再分配的机会。投资大师芒格也说过，不要忽视你生命中的每一次经济危机。其实通缩呢带来的经济的冰冷，会给我们看见很多新的机会，无论是个人、社会还是政府，都应当从中找到重新出发、再出发、通向新的未来这样的一个契机，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多多点赞、转发、订阅，给我们以支持。我们的频道成立还没有多久，希望得到大家的鼓励和支持。谢谢大家，下期再见。